我儿高中状元那日，一个妇人在侯府外跪着认亲，说我儿是他与侯爷的骨肉。侯爷说与他青梅竹马，他因是罪臣之女，侯爷将她救下后一直藏在江南，孩子生下来便报出府中由我抚养，骗我是同袍托孤。如今我儿高中状元，他便寻上门来认字。侯爷怜他孤苦，苦口劝我：姨娘，她好歹是邢州的生母，今天若是把她赶走，岂不是让人说邢州不孝？不如我娶她入府做平妻。你虽无子嗣，但我仍尊你为侯夫人，宛如不过一个平妻，越不过你去。你忍一忍可好？忍？开什么玩笑！他们忘了我不能生养，是因为救皇后身中剧毒落下的病，皇上为我论功行赏，才给了夫君侯爷的封号。我这人想来讲究，有仇当场就报。既然他们不让我开心，那大家就都别开心了。顾婉如跪在地上，哭得泣不成声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妾身是邢州的生母，当年我与侯爷两情相悦，生下邢州，只是侯爷怕你伤心，不想说出实情。侯爷说你不能生养，将邢州抱回京城给你抚养。我与我儿骨肉分离10几载，如今我只想在有生之年认回我儿，求侯夫人成全。说完，他捂着口鼻咳得厉害，脸色煞白，几乎快要晕过去。我有一瞬的恍惚，耳边如雷鸣一般嗡嗡作响，好半晌，我才怔怔地说：什么叫邢州是你与侯爷的孩子？他不是侯爷同牌的遗孤吗？我转头看向侯爷，他别转了脸，脸色有些为难。姨娘，此事过去已是多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邢州确实是婉如的亲生骨肉。婉如当初为家族所累，避难江南，她本应是我的未婚妻子，可世事多变，我与你结成了夫妻，我未娶她已是负了她。她生下周儿，因为我导致他们骨肉分离多年，都是我的不是。要打要骂你冲我来。如今婉如有病在身，我答应娶她进府，许她平妻之位。但是你放心，你仍是当家主母，她断然不会越过你去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谢承安，当初他说他抱回来的孩子是同袍遗孤，我这才同意将其留下，并亲自抚养长大，却原来是他与小青梅的私生子。我与他成亲20年，他却瞒着这么一件大事，什么同袍托孤，统统都是假的。他与小青梅暗中私通才是真的。啪！我一个耳光狠狠打在他的脸上。谢承安，你骗得我好苦啊！你不是说邢州是你同袍遗孤，你同袍战死沙场，所以我们抱养了他。这些年我视如亲子，精心抚养。如今你告诉我，他是你与外室所生。顾婉如惊呼一声，扑进谢承安怀里，含泪看着我。夫人，夫君把邢州交给你抚养，是因为你不能生养，他不过怕你伤心难过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打他？你成亲20年无所出，他本可休了你，可是他没有，还把我的儿子给你抚养，你还想如何？我不求名分，我只求在死之前看看我儿与他共度天伦，这也不行吗？他说的催人泪下，脸色苍白，一脸为母则刚的模样，突然身子一晃，向后一倒。谢承安下意识扶住他，那担忧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的眼。更让我心痛和震惊的是，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谢行舟看到顾婉如摔倒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，喊了一声娘亲小心。他脱口而出的一声娘亲惊住了所有人，也让我的心冷了下来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周儿，你叫他什么？你今日不是第一次见他，刚见他便叫他娘亲。我心生凄凉，我养他18年，生恩不如养恩大，都是鬼话。他对一个未曾谋面的人第一次见便能叫出娘亲2字，这是血缘的缘故。谢承安搂着顾婉如，你没看向我。姨娘，你闭嘴！我厉声打断他，随后看向谢行舟，固执地想要一个交代。谢行舟看着我，咬了咬牙，最后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母亲，我娘亲可怜，她生下我却不能抚养，日日思念我，18年来夜夜难眠，身子都坏了。如今身有救急，她也只是想与自己的骨肉在一起而已。她好歹是我生母，我若不认生母，岂不是让人说我不孝？不如答应父亲，娶她入府做平妻。母亲，我刚中状元，若背上不孝的骂名，怕对儿子前途有碍。你不是最疼儿子的吗？是啊，这18年来，
我对他悉心教养，从吃食到衣物，无一不是我亲自动手。可是我养了18年的孩子，如今却跪在我面前，为他生母求一个公道。我失望地看着他，一脸平静地问道：谢行舟，你是不是早见过你生母？谢行舟脸色一红，又小声说道：前段时日他病重，父亲带我去见了他，我才知我的身世。我不可置信地扭头看向谢尘安，谢尘安被我看得面色不自在，他松开顾婉如，走过来想拉我的手。姨娘，就算行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也不会有了生母而不要你的意思。我拂袖甩开了他。别碰我！谢尘安尴尬地愣在那里，他叹了叹气。姨娘，我知这事儿是我对不住你，但婉如今日上门认亲，她好歹是行舟的生母，我总不至于把她赶走吧？更何况我只是许她平妻之位，但我心里爱的人还是你呀。侯府主母的位置也依旧是你的。我听着他冠冕堂皇的话，只觉得可笑。当初跟他成亲时，他曾发誓许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还不是背着我偷偷和小青梅有了孩子。只要一想到我把一个私生子养这么大，还供他成状元，我心里就呕血。谢行舟见我沉默不语，立马接话：母亲，父亲说的对，孩儿只是想，生母养母都是我的母亲，如果一同生活在府上，我可以同时孝敬你们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父亲与娘亲原就有婚约，如今他也不求正室之位，只是平妻而已啊。母亲做了父亲正气多年，而他们夫妻分离，难道母亲不能让他们团聚吗？顾婉如拭着眼泪，夫人，哀怨地看着我。你也养了行舟18年，也算是他半个母亲。求你念我一片慈母之心，求你成全。谢尘安也看着我说：姨娘，你没有子嗣，但我仍尊你为侯夫人。婉如不过一个平妻，越不过你去，你何必斤斤计较？你忍一忍就是了。忍一忍，我忍不住冷笑，整个人如坠冰窖。原来10多年夫妻，10多年的母子情，通通都是假的。如今他们父子站在顾婉如身边，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3口。旁边有夫人开口劝我：侯夫人，算了，平妻也越不过你去。是啊，她是状元郎的生母，你就当为了孩子忍一忍吧。你总不能让别人说她不孝，到时功名尽毁。对啊，侯爷这些年也从不纳妾，专宠你一人，谁让你没有子嗣呢？每个人都置身事外，像看热闹一般的劝我，针不扎自己身上，永远不会疼啊！我握紧了拳，看着一身锦服的谢尘安，又瞅了瞅一身状元服的谢行舟。原来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想好了，特意等在今日挑开了来。他们算准了我抚养谢行舟多年，必不会忍心误了他前程，只有答应顾婉如入府，环环相扣，用兵如神的镇南侯，将兵法用在后宅算计上，真是好计策。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我这个人想来睚眦必报，既然他们不让我开心，那大家就都别开心了。我慢慢冷静下来，坐在主位上，突然发问：若我不肯呢？谢尘安没想到我不肯，他皱眉说道：此事对你无任何影响，你为何不肯？如今行舟做了状元，就算婉如做平妻，你仍是行舟的嫡母，但你若斤斤计较，未免让人看清。姨娘，你别忘了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无子嗣，按律法，我可以按7出之条将你休弃。将我休弃？我笑出声来，他们怕是忘记了他镇南侯的爵位是如何来的。当年在宫中，我为了护住怀有身孕的皇后，为她挡下毒箭，从此落下病根，不能生养。帝后内疚不已，在赏赐我时，是我说把赏赐给到当时不过是普通将军的谢尘安，让他从此封侯拜相。10几年过去，他身在富贵乡，却早忘记了来时的路。我笑了。休妻？谢尘安，我朝礼法，休妻有3不去：雨更3年丧，不去。我服侍公婆，并为他们守孝3年，所以你不能休我，否则有违礼法。你如今想娶顾婉如进门，只有一条路，与我和离。我看着顾婉如，眼睛一亮，期待地看着谢尘安。谢行舟叫出声来：父亲，父亲，你不能与母亲和离，我如今刚准备入仕，你们若和离，我的脸往哪儿放啊？看，人就是这么自私，就算他再怎么想认生母，一想到要影响自己仕途，便犹豫了。我站了起来：如今由不得你们父子。谢尘安，现在不是你休不休妻，
而是我要与你和离。你带着你的好儿子和小青梅，立刻从我的宅子里滚出去！谢行舟一把拉住我，母亲，就为这事就要和离，你让外面的人如何看你？我一甩开他，我为何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？我养你18年，俗话说生恩不如养恩大，你却为了喂养过你一日的生母，伤我的心。什么叫不过是平妻？什么叫让我忍一忍？你这样不孝之人，我也不用你再做我儿子。谢行舟大叫起来，别人母亲永远都会为儿女考虑，你却只想着自己委屈。不过一个平妻，如何委屈了你？你没有子嗣，父亲不休你已是很好了，你还要如此任性？京城哪个高门主君没有3妻4妾？就你特别吗？明知儿子要派旨入仕途，你偏要在这时闹和离。如果你是我的亲生母亲，绝会做这样有损我名声的事。啪！我狠狠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跪下！我虽未生你，却养了你18年。既然你认为我不为你考虑，那我便不再做你母亲。取家法来，等我执完家法，我便与你再无母子情分。从此你想认谁做母亲，便认谁去。顾婉如扑过来，挡在他身前。夫人，你要打就打我，别打我的周儿。行舟，给你母亲磕头认错，我不认你了，我也不进侯府了。只要看你好好的，娘亲就算是死也瞑目了。他的话说出来，谢行舟眼睛红了，好，梗着脖子看着我。你若行了家法，便要让我娘入府。我点头。好，我拿着长长的鞭子，当着众人，重重要朝谢行舟打去。顾婉如尖叫一声，扑过去抱着他，鞭子抽在顾婉如身上，她尖叫一声，倒在谢行舟怀里。周儿，没打到你，娘就放心了。谢承安一把拉住鞭子，恶狠狠看着我。宋莹，宋莹，我成全你，我与你和离，从此镇南侯府与你再无关系。但你可想清楚了，你如今无娘家可回，身子又坏了，不能生养。你离了侯府，我看你能去哪儿？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有侯夫人之尊，有状元郎儿子，等签下和离书，你便什么也没有了。我冷哼，不劳侯爷费心。走向书案，我写下和离书，咬破手指按下手印。谢侯爷，从此我与你男婚女嫁再无干系。谢承安涨红了脸，走过来按过手印，他冷眼看着我。宋莹，你父兄10几年前便战死沙场，你们平西将军府如今再无一人，你还能去哪儿？我抓过和离书，冷冷看着他。既然你我已经和离，谢侯爷，允你们一家3口1日时间，收拾好东西，从我府上搬走。我的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谢行舟叫起来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是镇南侯府，你让我们搬走？要走也是你走。”顾婉如倚在谢承安身边，娇弱的开口：“姐姐想必是无处可去，才想留在府里吧？姐姐，不如你跟侯爷道歉，再和周儿赔个不是，他们必不会怪你，会容忍你留下来的。”谢行舟冷哼一声：“你既然与父亲和离，便不能再住主院。我娘亲身子弱，大夫说她要住暖和的地方，你主院那里是全府最暖之地，你赶紧把东西挪出来，娘亲今晚便能住进去了，这对娘亲将养身子最好。”我看着他们母子唱大戏一般，沉默不语，只是看着谢承安。谢侯爷，你说是你应该离开，还是我应该离开？我的嬷嬷递过一张地契，我当着众人展开。当初这座府邸是皇上赏赐给我的，谢侯爷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只不过你我成亲后，你封了镇南侯，说亲戚族人常来常往。原来的谢府太小，所以搬到了这座府邸。总不会是你住久了，外面给你挂个镇南侯府的牌，你就当是自己的私产了。谢侯爷不会要抢我一个妇人的私宅吧？说出去不怕笑掉大牙吗？旁边的人捂着嘴笑，不少人有印象，这座宅子确实是当初皇上赏赐给我的。谢承安不过是借势住了进来，10几年过去，他早将自己以前的家事忘记得一干二净，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镇南侯了。我环顾一周，指着不少谢氏族人说道：“这些谢家的族人，
也一并全给我轰出去！谢氏族人慌乱起来，开始劝我同意谢承安娶顾婉如时都振振有词，吃碗里掀碗底的把戏，他们倒是玩得开心。可是我如今把桌子都给他们掀了，我不高兴，谁也别想吃。谢行舟拉着谢承安问道：“父亲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这宅子是母亲的，你不是侯爷吗？这宅子不是镇南侯府的吗？”谢承安铁青着脸看向我：“你非要将事情做到这么绝？我一旦搬出了府，以后我们就再无挽回的余地。你想清楚了？”我身边的嬷嬷站了出来：“侯爷，赶紧搬上你们镇南侯府的东西走吧。大家可把东西点清楚了，别让人顺手拿走不该拿的东西。”顾婉如脸色苍白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。她以为马上要进侯府做平妻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不料马上美梦就破了。这一切都不是属于她的。我与谢承安成亲时，他谢家不过一个没落的世家，一家人还有些谢氏族人挤在一个两进的破院子里。我成亲时10里红妆，父亲将宋家大半身家全给我添做嫁妆。嫁进谢家后，我用自己的嫁妆填补谢家家用，把谢府重新布置一新，连府邸都是皇上赏给宋家的，和他谢家没有任何干系。谢行舟装好的箱被我的人全部打开。谢大公子，这些笔墨纸药都是我们夫人出银子买的，你可不能带走。这些古玩字画也是夫人的，这个端砚也是，还有这些玉冠配饰，都是宋家的库房里出来的。谢侯爷，这些摆件可不是你们谢家的，你们谢家搬进来时只有一些破家具，都当柴砍了烧了。我们夫人说了，折10两银子给你们，够了。侯爷，这些首饰、玉饰都是夫人的嫁妆，请留下。到了最后，谢承安穿着一身素袍，带着同样一身布衣的谢行舟还有顾婉如被一起轰出了府。一起被轰出来的还有谢家的族人，围观的百姓看得热闹。我见过和离夫人离府的，谢家怎么是侯爷离府？你不知道啊，这些家产啊都是原来侯夫人的，人家可是当年平西将军的嫡女，10里红妆嫁进谢家的。这状元郎早上还得意洋洋，如今就沦落成这样了。谁让他是白眼狼呢？养了18年也没养熟，最后只亲近自己的生母，真是白费了侯夫人一片心啊！那这谢行舟岂不是成了奸生子？对啊，他就不是嫡子啊，是外室子，笑死人！镇南侯府大公子谢行舟高中状元，当场认生母的事一下就传开来了。然而很快，他对养了18年的养母薄情寡义。镇南侯为了外室与原配夫人和离的事，也传遍了京城。谢家一行人无处可去，没办法，回到了原来谢家的老宅里。那破旧的2进小院，因为10几年无人看管居住，早破败不堪，连屋顶都是漏雨的。一行人乌泱泱几10号人全挤了进去，一下子从富贵乡变成平民。谢家人不乐意了，从奢入俭难，谁想过苦日子啊？承安啊，你与迎娘20年夫妻，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何必闹到如此地步？对呀，男人就要有气度些，不如明天你去认个错，把夫人先哄回来。她是宋氏嫡女，脾气是大些，她不愿意婉如做平妻，你就让她做个妾，实在不行，你便在外面养着呗。对呀，总不能让所有人因为她都落到如此地步。这破房子怎么住人啊？我们一家6口，难道要挤1间不成？不行，陈安啊，你赶紧回去给宋氏认个错，搬回原来的侯府去。顾婉如泪眼连连。谢郎，你让我在江南等你，我一等便10几20年，从未有怨言。难道如今回到京城，与周儿母子相认，一家团聚？难道你还要我继续做外室？你许诺要娶我为妻的，难道你说过的话都不作数了吗？你可是镇南侯，难不成要靠女人过活？我相信就算你自立门户，也不会比以前差到哪里去。无论在哪儿，婉如和行舟都是你的家人。谢承安哪里受得了他如此可怜，听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只能安抚大家先住下来，花了些银子找人添置了家私，再叫人匆忙间把屋顶先收拾好，勉强住了下来。皇后听说我和离后，第2日便召我进了宫，她红着眼睛看着我，都是本宫的不是，谢承安那个庶子居然用你无子来羞辱你，还敢说要休了你，他都忘记了当时他得阴风时的得意劲儿了，如今想尽荣华富贵，倒过头来欺负你。我安抚着皇后，娘娘，这10几年迎娘受娘娘照拂，过得极好，
经过此事，姨娘才知谢承安非良人，我与他和离也是好事。他怕是忘记了他的富贵荣惠从何而来了。我等着看他的下场。皇后紧握了我的手，你放心，本宫与皇上不会让你受委屈，我们给你做主。3日后，新科状元要上金銮殿面圣，这一次面圣也关系着他们日后分派的官位和差事，至关重要。可是他上朝面圣的衣物首饰什么都没有准备，谢行舟急得满头冒汗。他的小厮突然说道：“公子，我记得夫人早在锦绣房为你定做了衣物，你不记得了？在锦绣房可能还没拿回府呢，不如咱们去拿了。他本来也是为了你面圣的时候准备的呀，还有那些玉冠玉佩。”谢行舟眼睛一亮。当初我对他考中进士信心满满，早提前在锦绣坊定制了他的衣袍，还有在百宝阁里订了上好的玉冠和玉佩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能在圣上面前光彩照人，让皇上另眼相看。他带着小厮去了锦绣坊，掌柜一听他来取衣物，马上笑了。正好，原本要给府上送去的，如今状元郎来了，亲自试试正好。谢行舟长得玉树临风，穿上我专门给他挑的锦袍，玉人世无双的模样，吸引了许多人。果真是状元郎，穿得真好看。这是什么料子？光彩照人，真是看着出众的很。谢行舟听得众人议论，得意的笑了。谢行舟听得众人议论，得意的笑了，一挥手：“那这身衣物我拿走了，多谢掌柜的。”说完穿着便要离开，被掌柜的一把拉住：“状元郎还未付账啊？”“放肆！我们公子什么时候会赖账？平日里都是送到府上，月末结账。怎么今日公子亲自来拿，还要付账？”“以前我们公子只管拿了东西走，后面自然有夫人结账，你还怕我们跑了不成？”掌柜的笑了，脸上带了笑，话却说得难听：“这满京城都知道宋大小姐和谢侯爷和离了，如今镇南侯府可不能赊账，都要献计。毕竟状元郎是和谢侯爷如今是一家，听说与养母是毫无干系了。想着这宋大小姐也不会再帮付账，要不公子你回宋府问问。若是宋大小姐以后还肯为你付账，我们小店必无二话。”谢行舟想着当日他对我那样的态度，怎么好意思回府问我付账？他涨红着脸，恼羞成怒道：“不必再问，我付了便是。多少银子？”掌柜的笑道：“一共180两银子。”谢行舟涨红了脸：“什么？一件袍子18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”掌柜一脸无辜看着他：“公子，你向来对衣物要求甚高。不是云锦和最好的锦缎你都不肯穿。以前侯夫人给你一年花在衣物上的钱都有几千两，怎么才180两你就嫌贵了？这上面绣的可都是金钱，你若不要，便脱下来，外面多的是进士老爷等着面圣的时候穿呢。”说完就上手要帮他脱了衣袍，谢行舟赶紧退一步：“什么不要？我要了，付账。”“公子，我身上没银子，以前出府夫人都给几百两银票，我拿着帮公子付账。可如今出来，新夫人只给了1两银子，还说这是几天的花用，不许我乱花，回府还得报账呢。”店里的客人捂着嘴笑出声来：“哟，这谢大公子以前多风光啊，又是侯府嫡子，又是状元郎，怎么现在这么落魄？不过100两银子都付不出。”“那得看娘亲是谁。以前他娘是宋氏嫡女，如今这个是罪臣之女，是外室，全家都靠着谢侯爷那点俸禄过日子。”“谢侯爷一年俸禄不过300多两，再加宫中些赏赐，那赏赐还得看皇上高不高兴。谢家这几10口人靠这点钱怎么活？”“谢家忘本啊，靠着宋氏过了几年好日子，别忘了自己谢家早落寞了，还以为自己多了不起，还养外室，就那300两俸禄还养外室，呸，不要脸！”谢行舟被人指指点点，羞愧的头也抬不起来，但是又没银子，只能脱下衣袍落荒而逃。回到谢府，他朝着顾婉如吼道：“我往日出门，母亲都会给100两银票给小厮拿着帮我付账，你却给了1两碎银，你知不知道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？如今我这个状元成了满京城的笑话，我连面圣的衣袍都还没有，是不是要害我在殿上出丑你才高兴？”顾婉如懵了，只会哭：“我哪里有银子？往日里我的花用都是你父亲给的，搬出府后，他只给过我2两银子，我还给了1两给你的小厮。”谢行舟红着眼睛：“我不管，我明日若无新衣，我是断不会出这个府门的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以前出门呼奴唤舍，如今却被人笑话，都笑我有眼无珠，放着好好的养母不要，偏要跟你出府，
若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？话音一落，被刚进来的谢尘安听到，一个耳光打他脸上。跟你母亲道歉，你敢忤逆不孝！谢行舟捂着脸，我忤逆不孝？如果不是你说我不是母亲亲生的，把我带到她面前，让我认她做母亲，我怎么会闹到这个下场？以前母亲样样都为我打点好，如今呢？如今镇南侯府就是整个京城的笑话。这样的母亲，我认了作甚。两父子为了点碎银吵翻了天，顾婉如不得已去当铺把身上唯一一块值钱的玉佩当了。去锦绣阁拿那套衣物时，掌柜的笑了：“不好意思，刚才谢公子没钱付账，有别的客人看走取走。”顾婉如没办法，回到侯府想着法子，把谢尘安的一套衣袍拿出来，连夜改成了谢行舟的大小，应付第二日的面对。第二日大朝会，皇上召见新科进士，在朝臣的注视下，10几个进士走上了大殿。所有嫡世子都穿得儒雅得体，玉树临风，只有谢行舟这个状元郎穿着一身宝香花的锦袍，被人指指点点。一个年纪轻轻的状元，怎么穿这么老气的料子？这不是老夫这年纪才穿的花色吗？状元郎这衣袍穿着实在不妥。以前有宋氏打理侯府井井有条，如今不提也罢。皇上指着谢行舟，困惑地问身边的内侍：“这衣袍怎么像我当年赐给镇南侯的那套紫衣袍？”内侍细看了一眼，低头应道：“确实是皇上赏给镇南侯的，只是看着被人缝改了一下。”谢行舟脸色大变，扑通一声跪下。谢尘安也从朝臣队伍中走出来，跪在地上：“请皇上恕罪，是内子无状，不知这衣袍是御赐，缝改给谢行舟进宫面圣，实在罪该万死。”皇上沉吟道：“御赐的衣裳都拿出来改了穿了。镇南侯府穷到如此地步了，以前镇南侯夫人一定不会出这样的差错。听说镇南侯与宋氏和离了，听说还有辱宋氏不能生养，要以7出之条休妻。”谢尘安瑟瑟发抖，他想起来，我的不能生养是为了救皇后而导致，他抱怨我不能生养，就是对帝后的不满。他冷汗连连：“皇上恕罪，臣罪该万死，一时猪油蒙了心，求皇上恕罪。臣立即求宋氏原谅，绝不敢与他和离。”皇上不语，转脸看着谢行舟：“新科状元谢行舟，我朝以孝为栓，你虽孝生母，但他却未养过你一日，你却忤逆养了你18年的养母，逼母亲同意你父亲纳妾，此行此举实在不配为人子。这样的新科状元，不仁不孝，何以为官？何以为民？而镇南侯宋氏当年因救皇后伤了身子，不能生养，皇后一直对宋氏有愧，没想到你却以此为借口逼迫宋氏，这是在告诉天下你对朕和皇后不满。当初我为补偿宋氏，封你为镇南侯，如今既然你与宋氏和离，这份恩典你也不配有。来人，拟旨，处夺谢尘安镇南侯封号，抄没家产，贬为庶民，撵出宫去。谢尘安面如死灰：“皇上恕罪，臣再也不敢了，臣去求宋氏原谅，皇上恕罪啊！”内侍跟在身后看他像死猪一样撵出宫去。内侍在旁边边走边阴阳怪气：“谢侯爷，你这富贵日子过久了，脑子糊住了吧？这富贵因何而来你不知道，从未见过自绝死路的，你倒真让人开了眼。”而谢行舟早跪在那一句话不敢说，只流着冷汗，面色煞白。皇上不屑地看他一眼：“新科状元谢行舟，德行有失，责令在翰林馆抄孝经100卷，日后便负责打扫翰林院的书库，希望你能悔过自新。”皇后那日问我可要将他们谢家一行人全部重罚，我笑了：“不，我要他们在京中看着我富贵至极，看他们站上富贵边缘却永远也得不到。最好的办法是让对仕途最着紧的谢行舟入仕，却做着永远无法出头的闲职，让他知道自己永无出头日，这对他而言，对杀了他还难受。而他那一点养不活人的愤怒，还要养着贬为庶人的父亲，只会娇滴滴哭的母亲，日复一日的痛苦活着。镇南侯被褫夺封号、抄没家产的事，一下子让全京城的人都知晓了。侯府家产虽不多，但也有一些这些年皇上赏赐的一些东西，这一下全抄没了出去。顾婉如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，哭得死去活来，看着谢尘安和谢行舟回来，只上前哭哭啼啼：“夫君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抄没了，连我的首饰都抄没走了呀！”谢行舟冲回屋里一看，他的2件勉强能出门见客的袍子都被撕烂了，扔在地上。踩的全是泥，不堪入目。谢尘安看着一地混乱，耳边是顾婉如的哭声，还有族人冲过来的抱怨。他胸中的怒火越积越多，终于爆发了出来：“别吵了，统统给我滚！”他盯着顾婉如：“
如果不是你上门吵闹要认回邢州，我们镇南侯府怎么会到这步田地？你知不知道，皇上为了给宋氏出气，彻底放弃了谢家，连邢州的前程都全毁了，什么都毁了，谢家完了。谢承安两眼一黑，一口血吐出来，晕死在地上。谢氏族人看着抄家的官差，吓得要死，当晚便收拾了包袱离开了京城。回到老家都还有条活路，谁想和被抄家的人待在一起？谢行舟入了翰林院，每日负责打扫书库。看管书库的大人脸色冰冷，每日把架子上的书拿下来，全拂扫干净再搬回去，不可懈怠，不打扫完不得下职。谢行舟看着一片书海，两眼一黑，这么多，我一个人如何做得完？大人不屑地看着他，不想做，辞官啊！大把的人等着补阙呢。待我再见到谢行舟时，是皇后与我说起一份吃食，曾在一本古籍上见过，叫人找了书送来。送书的人不知怎么落在了谢行舟头上，他拿着书跪在皇后宫前，看着我出来取书，愣住了。母亲，我看着他不过几个月，像是老了10岁的模样，官袍脏而旧，哪里还有当时中状元时的光彩？而我穿着皇后赏的满绣的云锦宫服，满头珠翠，连鞋面上都绣着小小的东珠，每步都是他再也得不到的尊荣和富贵。他红着眼睛，母亲，行舟知错了，母亲。我叫侍女接过书，冷漠地看他一眼。皇后今日心情好，莫让不相干的人扰了心情。轰走！说完转身离开，想认我这个母亲，他倒是想得美。他如今后悔了，可后悔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听说谢承安病得很重，谢行舟的俸禄甚至不够买3、4副药，只能勉强用普通的汤药吊着一口气。顾婉如悔的肠子都青了。自从进了谢家大门当正妻，每日都在洗衣做饭，如今为了1日3餐，还要在巷子里和妇人争着将洗衣物的活，挣那几个铜钱糊口。他想过偷跑，却被谢行舟发现。娘亲想去哪里？想抛下父亲吗？你可是他的妻子，照顾他是天经地义的。你若敢跑，我便报官。到时候我看你顾家人谁敢收留你。顾婉如一日一日的苦熬着，甚至在喂药时听见谢承安在叫着：姨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要与你和离。我这般为了你吃苦，你却还惦记别的女人。你活着不过是个累赘，不如死了干净。顾婉如杀夫，被官府抓了起来，她自己报的官，丝毫不逃，只坐在衙门口。快将我杀了吧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顾婉如被判秋后处斩，谢行舟的仕途又被影响了，因为父亲去世，要回乡守孝3年。等他回来，京城里谁还记得他？哪里还有官位等着他？他离开时，一辆驴车拖着棺木慢慢的出城，而我与京中的夫人们正从城外赏花归来。宋府的马车与他的驴车错身而过，透过浮起的帘子，他再一次看到我。母亲，父亲死了。他哑着声音，红着眼睛。我坐在马车里，抬眼最后看了他一眼。谢大人慎言，我此生并未生养子死，不是任何人的母亲。说完，我吩咐下人进宫吧，皇后娘娘还等着看我猎的白狐呢。是。2辆车错身而过。谢行舟扶官离京那日，下了很大的雨，驴车陷在泥地里，车轮咯吱作响。昔日风光无限的新科状元，如今满身狼狈，亲自推着棺木往前走。路边有人认出了他。那不是当年的状元郎吗？听说为了认生母，把养母逼得和离，最后把整个谢家都折腾没了。活该！若他当初安分些，如今怕早入翰林清贵。谢行舟死死攥紧拳头，他从前最在乎名声，如今最刺他的也是名声。回乡守孝的第3个月，谢家的老宅终于撑不住了，年久失修的屋顶在暴雨夜塌0板。谢行舟抱着书卷躲在角落，浑身湿透。屋外风声呼啸，他忽然想起从前他读书时，我总命人把炭火烧得暖暖的，冬日怕他冻着，夏日怕他闷着。他用的笔是湖州最好的狼毫，吃的是单独的小灶，甚至连夜里添灯油都是我亲自叮嘱。可那时的他竟觉得理所当然，直到现在他才知道，原来有人替你遮风挡雨时，人是感觉不到风雨的。谢行军，知府大人有请。难道京中还有转机？他急忙换了身最体面的衣服跟去。谢公子学识出众，府学正缺个教义先生，你可愿意？教义不过是个9品闲职，连京官边都摸不到。学生曾是新科状元，正因如此，朝廷才愿给你一条活路，否则以你如今名声，谁敢用你？谢行舟如遭雷击，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一生真的到头了。而京城这边，我倒过得越来越自在。皇后怜惜我多年委屈，
时常召我入宫，有时赏花，有时品茶，甚至连宫宴都特许我坐在皇后下手。京中夫人们见风向如此，自然越发巴结。这一日，我刚从宫里回来，嬷嬷忽然低声禀报：“夫人，顾婉如在狱中求见您。她不是秋后问斩吗？”“是。”她说有天大的秘密告诉您，去看看。天牢阴冷潮湿，顾婉如缩在角落里。宋莹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赢了？至少我没输。是啊，你没输，我才是最蠢的那个。我以为谢承安爱我，我以为我替他生了儿子，他总会接我回京。我在江南苦熬20年，替他守着所谓情分，结果呢？我进了谢家门后才知道，他最放不下的人从来不是我。他说后悔与你和离，他说如果当年没有鬼迷心窍，一切都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为了他吃尽苦头，结果到头来他心里念的还是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为什么还要替他守着秘密？谢行舟不是谢家的种。当年我在江南孤苦无依，一个女人怀着孕，若不说孩子是谢承安的，他怎么会管我？他自己蠢，竟从未怀疑过。这些年，他为了这个野种，舍了前程，舍了爵位，舍了你。他忽然抬头笑了。如今他死了，我偏要让他死都避不上。我静静看着他，忽然觉得荒唐至极。原来谢承安自以为深情，原来自诩聪明算计，到头来却替别人养了20年孩子，真是报应。顾婉如的话很快传进了皇后耳中。混淆侯府血脉，此乃大错。皇后震怒，很快京中彻底炸开了锅。谢行舟不是谢家血脉的消息传遍天下，有人专程跑去谢家老宅看热闹，甚至还有说书先生编成段子，假状元认母记，一时间满城哄笑。谢行舟得知消息时，正在府学授课。原来他连爹都认错了。听说谢侯爷到死都不知道。谢行舟浑身发抖，手里的书啪的掉在地上，他疯了一般冲回家。3日后，谢行舟出现在京城，一路快马，几乎跑死了2匹马。他不信，他一定要亲耳听顾婉如说。天牢里，顾婉如已经瘦得脱了相，听见脚步声，他缓缓抬头，看见来人时，忽然笑了。周儿，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你说，我是谢家的儿子，对不对？顾婉如沉默良久，忽然笑出了声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若你真是谢家的孩子，我何至于瞒这么多年？谢行舟脑海瞬间空白，像被雷击中。我父亲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几年太苦了，但是我时时刻刻念着你，我也是你母亲。话没说完，谢行舟忽然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母亲？你也配？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说。顾婉如愣住。为了你，我逼走养我18年的人；为了你，我毁了自己前程；为了你，我成了天下笑柄。如今你告诉我，连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周儿，娘不是故意的。谢行舟缓缓后退，忽然仰头大笑，笑得眼泪滚落。原来我这一生竟是个笑话。他这一生拼命想认回生母，结果生母骗了他；他拼命维护生父，结果连生父都是假的。他背弃养母，却亲手毁了唯一真正爱他的人。这一刻，谢行舟终于彻底崩溃。那日，宋府门前忽然跪了一个人，雪下得很大，不过半个时辰，那人肩头便落满积雪。路过百姓渐渐围拢，消息很快传进内院。夫人，嬷嬷脸色复杂。谢行舟来了。我正低头核对账册，闻言连眼皮都没抬。知道了，他跪在门外，说一定要见您。不见。嬷嬷应声退下，仿佛只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1个时辰后，嬷嬷又来了。夫人，他还跪着。府门外已经围了不少人。随他。又过了1个时辰，外面雪越下越大。嬷嬷第3次进来。夫人，前院管事说，门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几位来谈生意的掌柜都进不来了，去看看吧。朱红大门缓缓打开，寒风卷着雪扑面而来。谢行舟跪在台阶下，身上的青衫早已湿透。听见声音，他猛地抬头，那双眼睛通红的吓人，周围瞬间安静下来。母亲，所有人都在看，可我只是静静站在台阶上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谢公子，你认错人了。谢行舟脸色瞬间惨白，他忽然重重磕下头。儿子知错了，儿子真的知错了。
求您原谅儿子，求您再给儿子一次机会。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新科状元，如今狼狈的不成样子，围观众人都忍不住唏嘘，可我心里却异常平静，没有快意，也没有怨恨，只是觉得陌生，太陌生了。谢行舟，你为何来求我？谢行舟怔住，因为顾婉如骗了你，因为你发现自己不是谢家血脉，还是因为你如今一无所有了？一句比一句平静，却一句比一句锋利。谢行舟脸色一点点发白。若顾婉如没有骗你，若你真是谢家血脉，若谢家如今依旧显赫，你还会跪在这里吗？雪花纷纷落下，谢行舟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因为答案太清楚了。不会，如果一切都没变，他永远不会回来。我轻轻笑了。你看，连你自己都知道答案。不是的。谢行舟身体开始发抖，眼泪终于掉下来。母亲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我摇摇头，打断他。你后悔的不是伤害了我，你后悔的是失去了我，这两者不一样。我转身准备回府。母亲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我会孝顺您，我给您养老，求您别不要我。身后忽然传来压抑的哭声，那声音撕心裂肺，像个被遗弃的孩子。我脚步却没有停，因为从他选择顾婉如那天起，他就已经不是我的孩子了。朱门缓缓关闭，隔绝风雪，也隔绝了他最后的希望。半年后，顾婉如问斩，谢行舟没有去送，他只是一个人回到了谢府的破旧院子里，枯坐了一夜。他辞去了教育之职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有人说他疯了，有人说他投河了，也有人说曾在边关见过一个替人抄书谋生的穷书生，但这些我已经不在意了。又是一年春日，皇后在御花园设宴，宴上她忽然笑着问我：盈娘，你可曾后悔过？我抬头，春光正好，满园牡丹盛放。从未。若不是这一场背叛，我也不会看清人心，更不会知道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夫君，不是儿子，而是自己。你值得更好的，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